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前面的2期节目里，我向大家介绍了白矮星和中子星。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聊黑洞。不过在这儿我要首先声明一点，虽然从理论上讲，任何有质量的物体都有成为黑洞的可能，但我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还是那些由恒星演化或者是天体合并而形成的黑洞。191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言，提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广义相对论被正式的提了出来。方程指出，引力场是由物质和能量所产生的时空弯曲造成的。具体来说，质量和能量都会扭曲周围的时空结构，这就有点像在一张平坦的橡皮布上放置一个重物会产生凹陷一样。重物附近的其他物质会沿着这个凹陷的轨迹运动，就好像被引力所吸引一样。因此，爱因斯坦认为引力是由时空的弯曲而产生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知道质量和能量在时空中的分布情况的时候，通过引力场方程就可以据此计算出时空的分布情况。或者说明白点，当我们知道了物体的质量和能量之后，我们就能够知道物体对周围的时间和空间的影响。就在爱因斯坦发布引力场方程几个月之后的1916年，德国物理学家卡尔施瓦西就给出了引力场方程的一个精确解。根据这个解，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天体，它的质量和半径存在着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在半径范围之内，引力所造成的时空弯曲使得光也无法逃出这个天体的引力范围，这个半径就被称为施瓦西半径。在那个时候，黑洞这个名字还没有诞生，当时的科学家把这种天体称为暗星、引力塌陷的物体、漩涡星、奇点。黑洞这个名词要到1967年才由物理学家爱德华·弗里德曼和约翰·惠勒共同提出。现在我们所说的黑洞其实指的是这样的一种天体，它的引力非常巨大，大到在一个特殊的半径范围内，连光也无法逃过它的引力范围。有趣的是，早在1783年，英国牧师约翰·米歇尔就曾经在一封写给当时英国皇家学会成员约翰·卡文迪许的信里表示，如果一个天体的密度和太阳相同，直径是太阳的500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牛顿力学原理，可以计算出这种天体表面的逃逸速度将超过光速。他还将这种天体命名为暗星，而它的计算方法可以归纳成一个逃逸速度公式。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有趣的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位米歇尔老兄的逃逸速度公式来计算施瓦西半径，得到的结果和广义相对论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非常接近的。比方说，我们知道地球的逃逸速度，也就是第二宇宙速度，是 11.2 公里每秒。这个速度是依照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公式得出来的。在公式里， V2 表示的是航天器的速度， M 表示的是地球的质量， G 是万有引力常数，而 R 是地球的半径。从公式里我们可以看出，地球质量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地球的半径越小，逃逸速度就会越大。那么在地球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地球半径减少到什么程度就能够使地球的逃逸速度达到光速呢？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让我们把公式变换一下，用表示光速的符号 c 来替代 V2， 也就会得到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公式。代入万有引力常数、地球质量、光速，得出的结论就是，当地球的半径小于9毫米的时候，地球就会变成一个黑洞，在距离地心9毫米以内的范围，连光也无法逃逸。这个结果和根据引力场方程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非常接近的。不过在这儿，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里的半径公式是通过逃逸速度公式类比得到的，它和引力场方程得到的施瓦西半径的物理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
大家可能要问，这种半径9毫米却拥有地球质量的小黑洞，在宇宙中真的存在吗？根据目前的认知，这样的黑洞是有可能存在的。在宇宙里，根据黑洞起源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原初黑洞、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原初黑洞又可以分成小质量原初黑洞和超大质量原初黑洞。小质量原初黑洞是在宇宙大爆炸早期就产生的黑洞，它的特点就是质量远小于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由于自身不发光，质量又不大，小质量黑洞很难被发现，即使在太阳系内有一个这样的黑洞，我们也无法发现它。因此，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小质量的原初黑洞。原初黑洞的另一种形态就是超大质量黑洞。现在很多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很可能就是由具有超大质量的原初黑洞所形成的，只不过后来这些黑洞又吸积了更多的物质，才形成了现在的模样。除开原初黑洞，后来产生的黑洞就只有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了。恒星黑洞指的是大质量的恒星在生命末期直接坍缩形成的类星体，合并黑洞则指的是巨大质量的天体或者密集的天体团，如恒星、白矮星、中子星、密集的星团，甚至是黑洞，通过吸积其他天体合并后坍缩形成的类星体。说起恒星黑洞的形成过程和中子星的形成过程是差不多的，都是在恒星生命的末期发生了超新星爆发，只不过因为恒星的质量更大，超新星爆发后剩余的质量也就更大，更大的质量使得能够维持中子星外形的中子简并力也无法抵抗巨大的引力，因而残余的核心就在突破中子简并力之后继续坍缩下去。此时已经没有任何斥力可以平衡引力，因此核心就无限地坍缩了下去，形成了一个密度无限大的点，这个点就被称为奇点。我们所说的黑洞一般包括2层含义，而奇点就是这2层含义中的一层。2层含义中的另外一层就是奇点外的施瓦西半径。奇点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点，它就是一个点，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点，没有大小。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就觉得不对了，黑洞有大小啊，你刚刚不还在说施瓦西半径吗？您别急，黑洞的确有施瓦西半径，但施瓦西半径其实指的是光的不可逃逸范围。您知道吗？从起点到施瓦西半径这块区域内，除了正在落入起点的物体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而施瓦西半径所处的区域通常也被我们称为视见世界，电视的视，边界的界，也就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边界的意思。对我们来说，视见世界以外的区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而视见世界以内的区域是永远未知的。视见世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假如我是一个旅行者，正在前往视见世界，并准备穿越它到达起点，而您是一个在世界外并且离世界很远的观察者，并且假设我在整个过程中还有意识的话，我会觉得我正在越来越快地接近世界，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穿过了世界，到达了起点。而您看到的则是我越来越慢地接近视见世界，并且永远地停留在了世界的表面。以您的眼光看，我永远没有进入视见世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黑洞以其巨大的引力把时空弯曲了，在世界上时间被无限地拉长，所以您只能看到我无限地接近世界，却永远无法看到我进入世界。至于进入世界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有的人说世界之内是逆行的时间，也有人说世界之内是另一个宇宙。作为宇宙中最特殊的天体，要表征黑洞只需要3个物理量，那就是黑洞的质量、角动量和电荷，这也被称为黑洞的3根毛。由于黑洞都拥有质量，所以依据其他2个物理量的不同，我们又可以把黑洞分成4类，也就是不旋转不带电的施瓦西黑洞，不旋转但带电的 Rn 黑洞，旋转但不带电的科尔黑洞和既旋转又带电的科尔纽曼黑洞。大家请看屏幕，
施瓦西黑洞最为简单，它只有一个起点和一个世界，无论从任何方向进入世界的物体都会单向的流向起点。在现实中，真正的施瓦西黑洞是很少的，这些黑洞大部分诞生在宇宙形成的初期，也就是原初黑洞。宇宙大爆炸之后形成的黑洞或多或少都会带有角动量，这样就形成了克尔黑洞。而更多的黑洞则由于吸收了其他物质而积蓄了大量的电荷，从而形成克尔纽曼黑洞。相比于施瓦西黑洞，有电荷无自旋的 RN 黑洞就要相对复杂一些。在这种黑洞里有内外两个世界，外世界以外、内世界以内都是正常的时空，但是身处外界以外的观测者是无法看到外世界以内的，身处内世界以内的观测者也无法看到内世界以外，而身处内外世界之间的观测者，除了会在引力的作用下滑向起点以外，还能同时观测到内外两个世界。这就有点像电影《星际穿越》里，父亲看到女儿的一举一动，而女儿却看不到父亲的那个桥段。在电影里，父亲最终通过控制手表秒针的摆动，用莫尔斯码向女儿发出了关键的信息。庆幸的是，聪明的女儿理解了父亲的信息，从而改变了人类的未来。每次看到这个桥段，都会令我感动不已。像恒星黑洞和合并黑洞这样的黑洞，在形成的时候是有初始的角动量的，因而会形成有自旋无电荷的克尔黑洞。克尔黑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黑洞，它的外形就像一个花生，花生的壳被称为外静止面，也被称为外无限红移面。在花生壳里还有两个呈椭球形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分别被称为内世界和外世界。在内世界以内还有一个扁球形结构，这个扁球面被称为内静止面。内静止面的外圈是一个环，这个环也被称为奇环。对，克尔黑洞没有起点，在克尔黑洞里，起点被奇环取代了，奇环上的每一个点都是起点。从外静止面到外世界之间的区域是外能层，能层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区域。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这里存在着大量带有负能量的粒子。根据霍金的理论，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会导致一些粒子对的产生，粒子对中的一个粒子被吸入黑洞，这个粒子就带有了负的能量，而另一个带正能量的粒子则会逃逸到外静止面以外的空间，看起来就如同从黑洞表面辐射出粒子一样。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霍金辐射。电影《星际穿越》里，当父亲跌入黑洞的时候，看到飞船快速地飞走，其实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另外，从内世界到内静止面之间的区域还存在着一个能层，因此克尔黑洞还会向内静止面以内的区域辐射能量。对克尔黑洞来说，从外世界到内世界之间的区域和施瓦西黑洞一样，是一个单向流动的世界。如果此时我继续向克尔黑洞的内部进发，在内静止面以内，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这时候时间可以正常的流动，我还能看到从内静止面发出来的辐射，我似乎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最后就是最复杂的科尔纽曼黑洞了。科尔纽曼黑洞既有自旋又有电荷，因此它既有 RN 黑洞的特点，又有克尔黑洞的特点。在克尔黑洞里有两个静止面和两个奇环，因此科尔纽曼黑洞以内的世界更为复杂。实际上，就连科学家也说不太清楚里面的具体情况。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看出，除施瓦西黑洞以外，其他的黑洞都有内外两个静止面，而内世界或内静止面以内，时空就又变得正常了。这就似乎在暗示着，穿过黑洞就可以到达另一个时空。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科学家认为黑洞就是一个连接了两个时空的虫洞的原因之一。前面我按照黑洞不同的分类方法向大家介绍了黑洞的分类情况。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连光也无法摆脱黑洞的引力，那我们是怎么发现黑洞的呢？其实发现黑洞的方法还挺多的。第一种就是天体运动观测，
当恒星或者其他天体被黑洞吸引的时候，会围绕着黑洞运动。通过观测这些天体的运动轨迹，即使我们看不到黑洞发出的光，也可以推断出这些天体运动轨迹的中心存在着一个质量非常大但不发光的天体，也就是黑洞。第二种就是观测黑洞的吸积盘和 X 射线喷流。吸积盘是围绕黑洞形成的一种环状结构，由大量的气体和尘埃组成。这些气体尘埃处于黑洞强大的引力场里，沿着圆盘状的轨道围绕黑洞运动，并向黑洞的内部塌缩，状态有点像水中的漩涡。在漩涡状的塌缩过程中，物质相互摩擦生热，并产生强烈的辐射。通过对这些辐射的观测，我们就可以推断出黑洞的存在。2019年，人们拍摄了第一张黑洞的照片，也就是室拟座 A 星系 M87 超大质量黑洞的照片。照片中黑洞周围的光环就是该黑洞的吸积盘。M87 黑洞的质量是太阳质量的66亿倍，半径也达到了120个天文单位，相当于太阳到海洋星距离的4倍。为了拍摄这张照片，人们调动了分布在全球6地的8台射电望远镜，形成了一个等效于地球般大小的虚拟望远镜。这台虚拟望远镜被命名为事件世界望远镜。事件世界望远镜对 M87 进行了多个晚上的观测，每次连续采集数小时的数据，就如同相机长时间的曝光。然后科研团队经历了5年的时间，用超级计算机合成分析这些数据，编纂了前所未有的黑洞模拟数据库，与观测结果进行严格的比对。最终，科研团队将不同计算方法产生出的数千张图像合成在一起，生成了这张黑洞照片。它保留了在所有不同图像中更为常见的特征。后来，科学家们还用这种方法拍摄到了很多其他的超大质量黑洞，就比如我们银河系中心黑洞人马座 A 星的照片。第三种观测黑洞的方法是利用引力透镜来进行观测。所谓引力透镜，其实是一种天文现象，指的是大质量天体的引力弯曲了光线，导致从远处天体到观测者之间的光路发生了弯曲、放大或者是多重成像的现象。在天文界，多次出现过在天空中发现孪生星系的现象。所谓孪生星系，指的是在同一片区域的相距不远的2个或多个位置，有2个或多个星系极其相似，如同复制出来的一样。这时，这个星系和地球之间很可能就存在着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黑洞。黑洞依靠其巨大的引力，把星系所发出来的光弯曲再投向地球。由于黑洞的不同区域对光的弯曲程度不同，在地球上就造成了多重成像，所以我们就在地球上看到了所谓的孪生星系。通过对孪生星系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确定黑洞的质量、大小和我们的相对距离。第四种发现黑洞的方法就是引力波。当2个黑洞相互吸引旋转并最终合并的时候，会产生引力波。这些引力波可以被引力波探测器探测到。2019年5月21号，美国激光勘摄引力波天文台和意大利处女座干涉仪探测到了一次重大的黑洞合并事件。在这次事件中，2个黑洞的质量分别是太阳的85倍和66倍，合并后形成的新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质量的140倍。这2个黑洞距离太阳大约13亿光年，我们所收到的是它们13亿年前的合并信息。介绍完了黑洞的分类和观测方法，下面就让我们来聊聊最近发现的几个重要的黑洞吧。首先就是那些超大质量黑洞，它们往往就处于星系的核心。就比如在我们所处的银河系的核心就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被称为人马座 A 星，它离地球大约26000光年，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0万倍，直径则是太阳的17倍。这样的黑洞在银河系是最大的，但放在整个宇宙却完全不值一提。目前
人类发现的最大的超大质量黑洞是位于北天猎犬座附近的 TOM 618，它的质量是太阳的660亿倍，仅这一个黑洞的质量就是整个银河系质量的120%。这个黑洞的半径大约是1300个天文单位，是海王星轨道半径的40倍。TOM 618是1957年由位于墨西哥的 0.7 米口径的施密特望远镜发现的，发现时它只是一个蓝白色的圆点。到1970年，人们发现由 TOM 618放射出来的无线电波，这时候人们才知道 TOM 618其实是一个能够发出整个星系光芒的类星体，它的绝对亮度是太阳的 1.4 乘10的14次方倍，是全宇宙最明亮的天体。也正是因为它拥有这么大的亮度，才使得它即使离我们有104亿光年远，但仍然能够为我们所观测的原因。除了超大质量黑洞，在宇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恒星黑洞了。恒星黑洞是大质量恒星在寿命的末期由于坍缩引发超新星爆发后的产物。根据计算，仅仅在银河系就有100万到1亿个恒星黑洞。在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大约有2万亿到10万亿个。如果黑洞真的是进入另一个时空的虫洞，那么遍布宇宙的一个个黑洞，可能就是那些高级文明进行星际航行的穿越门。哪怕仅仅只是因为这点，我也希望科学家们能够早日解开黑洞的谜团。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黑洞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有关黑洞的其他有趣的事情，我另做节目再向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陪伴。不知道您在看了这期节目之后，对黑洞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